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来电科技。一到夏天就喜欢喝点冰水，我就特别喜欢抹茶拿铁。但是你有听说过抹茶拿铁的键盘吗？我今天拿到的脉从 G75 Pro 就是这么一款搭载了抹茶拿铁轴的键盘。不得不说，现在国产厂商给键盘取名字是越来越有食欲了。咱们先来简单看一下配件，除了一些基础的线材，还额外附送了2个备用轴。平时无聊拿来按按还挺解压的。再来看一下键盘，从名字就能看出75配列82键，布局较为紧凑。键帽为绿色系3色搭配，比较清爽。双色 PBT 磨砂质感也是比较耐用，不易打油。键盘左侧有模式切换拨档，相较按键切换要方便不少。键盘后方有一块磁吸盖板，取下后能看见里面 2.4G 接收器。这个设计还是挺巧妙的，兼具美观与实用性。键盘底部有一块亮面金属名牌，质感加分，两边则配有2段式脚撑。前面提到过，这款键盘采用的是抹茶拿铁轴体，奶绿的颜色看上去就挺温润。这里友情提醒一下各位蒙古人，和瑞幸的陨石拿铁不含陨石一样，抹茶拿铁轴也是不含抹茶拿铁成分的哦。它实际上是一款来自环诺的线性轴，手感润，但是压力略微偏大。轴体下方有透光层，配合下灯位的 PCB， 即使是更换侧刻键帽，也能实现不错的透光效果。说到 DIY， 这款键盘的自由度也是相当高的。键帽为比较常规的10字轴心，它的轴体也支持全键热插拔。PCB 厚度 1.2毫米，3键开槽，5个孔位也能适配各种3角、5角的轴体。为了进一步优化按键音 ，G75 Pro 非常豪爽，给到了5层消音填充，敲击声音不算大，触底略带钝感。我发现脉从更新了一个新的驱动程序，也是马上下载下来体验了一下。它主要有3组功能，第一个页面相当于一个按键说明书，会告诉你各种快捷键的功能。第2页是用来调节键盘 RGB 背光的，一共有14种预设，也可以自定义调节。第3页可以调节睡眠时间、轮旋率等参数。这里还有一个 Top Speed 的超低延迟的模式，它里面提示说有些轴体开启这个模式可能会出现双击。我这款抹茶拿铁的时候，确实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。不过在 2.4G 模式下，即使我不开这个超低延迟模式，在游戏中也感受不到什么延迟的，所以影响不大。由于 G75 Pro 出色的手感和低延迟，我更多时候愿意在游戏中使用。而说到游戏，除了 CPU 和显卡，一块好的固态硬盘也很重要，它能够帮助你快速载入游戏，节约等待时间。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老朋友希捷为咱们提供的酷玩和酷鱼硬盘。酷玩530固态硬盘可以实现7300兆每秒的读取速度和6900兆每秒的写入速度。我实测表现读取速度为7034兆每秒，写入速度为6651兆每秒，还是非常快的。2TB 的容量足够放下10余款3A 大作，而日常的拍摄素材我都是直接存入酷鱼机械硬盘，它有着256兆缓存，转速能够达到5400 RPM。这个4TB 大容量，我用个3、4年啊也不成问题。说回键盘，我这次选择的是 Pro 的版本，电池容量也是升级到了8000毫安。我一整天半空使用下来，电量只掉了2%，这还是在开灯的情况下。如果你只是晚上回家玩一玩，完全可以做到2个月一充。接口也是常见的 Type C， 手机线一般都能直接充，还是很方便的。总的来说啊 ，G75 Pro 的用料还是非常足的。在200元档就给到了5层静音结构和超大电池，轴体清爽，自定义程度也极高。虽然目前测试版的驱动还有一些优化空间，但是单论产品 G75 Pro 确实是一款能以较低价格获得优秀体验感的键盘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这里是来电科技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